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8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浙江的国有企业少，一下子就卖掉了。浙江的国有企业少。浙江处于东南前线，时刻准备打仗，国家是不投资的，甚至包括公路也少，政府干预经济相对比较少。国有企业本来就比较少，然后在20年前，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产权又改革了。当年的汪洋就是铜陵的市长，他的出名就是有一篇文章，醒来吧，铜陵，国有企业就像棒冰一样赶紧卖掉，否则全部化成水更不值钱。当年国企改革有些地方很困难，像东三省就非常困难，浙江本来就没什么国企，一下子就卖掉了，就剩了几个大的国计民生相关企业，极少数的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就很少了。政府干预企业的抓手比较少。由于语言障碍，我们80年代、90年代下乡参加工作队，去调研，去贯彻会议精神，交流就困难，管理就更难了。当时的政府机构比较小，城市户口也很少，我在的县66、67两届的小学毕业生，到高中阶段只有400多人，上大学恐怕只有40多人了，进入体制的人员非常稀少。东三省工业比较发达，体制内的人口就很多，财政负担就比较重，发挥地方经济优势。浙江省在个体私营经济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地形成一线一产业、一村一产品的规模优势，产业化集群化。义乌小商品、东洋建筑业、木雕、盘案中药材、嵊州领带、袜子、诸暨珍珠、绍兴纺织、黄岩眼镜、桥头纽扣，这些小东西，整个县大家都做。一开始你赚钱了，一个村子做的，其他几个村也跟进去了，形成一个产业化的链条，成本很低，薄利多销，做一个衬衫卖10几块，只赚5毛钱，甚至赚3毛钱，迅速占领整个市场。浙江、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知识。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特斯拉可能会被小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电动汽车抢占先机。南华早报。特斯拉在中国面临来自国内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制造商正在以先进的数字功能和自动驾驶能力吸引买家。在 JD Power 对中国购车者的一项调查中，蔚来的 ET7 被评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电动汽车品牌，其次是小鹏的 G9 SUV 位居第2，理想汽车的 L9 位列第6。数以万计的买家正在从排名第10的特斯拉转向比亚迪、蔚来、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中国买家对新的车载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例如数字驾驶舱开发、互动娱乐和适合各种中国口音的语音命令系统。国产品牌的吸引力在于其卓越的自动驾驶能力。中国智能电动汽车提供许多特斯拉汽车所缺乏的 AR、VR 技术和沉浸式体验。特斯拉的高级驾驶辅助软件全自动驾驶 FSD 尚未获准在中国使用，这让国内竞争对手在更新、更先进的技术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关于乌克兰和中国的新机密军事文件出现在网上。南华早报。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或亲俄罗斯的演员很可能是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泄露的幕后黑手。这些文件提供了对乌克兰战争的部分1个月前的描述。这些文件似乎经过修改，以减少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人数，代表美国和北约的秘密战争计划。据《纽约时报》报道，
周五晚些时候，另一批涉及中国等地区的文件也被泄露。中央情报局表示，他知道这些帖子并正在调查这些说法。美国司法部表示，已开始对泄密事件进行单独调查，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为何进行自己的调查的质疑。许多专家认为，泄密事件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实际情况所玩的更大游戏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官员 Mikhailo Podolyak 也反映了这一点，他表示，泄露的信息包含大量虚构信息，看起来像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行动，目的是散布对乌克兰计划反攻的疑虑。严重警告，中国在台湾附近发射飞机和军舰。悉尼先驱晨报，中国于4月8日开始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以警告所谓的台湾分裂分子与外部势力勾结。据报道，该国国防部发现了13架飞机和3艘海军舰艇。然而，这些演习似乎没有中国去年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进行的演习那么广泛。之后，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了导弹试验和军事活动，并在台湾周围建立了6个专属区，禁止船只和飞机进入。最近的演习是在该国抨击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之后进行的，并且进一步被认为是北京对台湾策略的一部分。台北担心这是大陆加强军事控制的过程。宣布演习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刚刚完成北京之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欧盟发现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美国的压力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下，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外交上走钢丝。随着中国寻求获得战略和地缘政治地位，特别是在台湾方面，北京的优势在于其经济。然而，欧盟拒绝像对待俄罗斯那样惩罚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中国的亲密盟友，这表明他不愿将能源和军事依赖从莫斯科转移开来。相反，欧盟将中国视为寻求从俄罗斯天然气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板将有利于欧盟实现其气候目标。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访问中国，以促进两国关系，并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让俄罗斯清醒过来，让所有人回到谈判桌前。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已经达成了一项投资协议。由于政治分歧和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镇压，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经过多年的谈判，尽管一些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野心持怀疑态度，但许多人意识到成功的经济关系对于该集团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五眼联盟的噩梦，新一批机密文件泄露社交媒体。悉尼先驱晨报，包含涉及乌克兰、中国和中东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密的敏感文件已发布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安全分析师一直在评估这些巨信数量超过100份的文件，以检验它们的重要性。文件的真实性已得到证实。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称，这次泄密事件是五眼联盟的噩梦，指的是共享情报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泄密事件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泄露的内容包括武器交付图表、部队和营兵力以及其他机密材料的照片。这些文件被认为是有人故意泄露的，他们希望破坏美国、乌克兰和北约的努力。就在官员们正在调查泄密事件时，更多的文件开始出现，导致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安全专家认为，修改被盗文件以更改信息是俄罗斯常见的虚假信息策略。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世界足球大国。什么地方出了错？ CNN， 中国成为足球超级大国的努力受到大流行的打击，使该国的足球命运变得支离破碎。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繁荣归功于支出的激增，这要归功于房地产繁荣以及国有企业和开发商向联赛注入大量现金。然而，大流行加速了它的垮台，使得无法从联赛赞助商和转播商那里获得收入，
加上更严格的大流行规则，导致观看现场比赛的球迷减少，进而导致赞助商减少。这些力量加在一起的后果，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俱乐部被迫关闭，因为他们努力平衡收支或跟上他们的超级巨星工资。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意味着俱乐部必须在生物安全、场地训练和比赛，球员一次几个月都不能离开。这场大流行给为球员薪水提供资金的公司造成了严重破坏，房地产开发商可挥霍的现金减少了。为了培养本土人才，中国足协在2017年提高了对海外引援的税收，任何花费超过700万美元的俱乐部都必须向 CFA 支付同等数额，导致俱乐部收紧钱包，影响球迷转会、出局和赞助兴趣。中国足球再次陷入危机，7家俱乐部因拖欠工资被停赛。南华早报，7家中国足球俱乐部，包括前中超球队广州城和去年的联赛球队陕西长安竞技，因未能支付拖欠工资而被禁止参加即将到来的联赛赛季。该国足协已取消俱乐部的联赛注册资格，并表示球员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管理机构希望其他俱乐部从7家俱乐部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注重长远规划，维护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职业联赛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赛场上，女足国家队在 FIFA 女足世界杯之前客场0-0战平瑞士。分析师：菜鸟将成为阿里巴巴首家 IPTO 子公司。南华早报。据报道，阿里巴巴的物流部门菜鸟今年晚些时候已与银行就在香港上市进行谈判，现在被视为阿里巴巴重组计划下可能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该公司是6家子公司中唯一一家可能先于其他5家实现盈利的子公司，估计价值超过200亿美元。2020年第4季度，该公司报告收入增长 27%， 这2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外部客户。它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去年尽管全球供应链问题，扩大了国际物流网络。它打算建设一个航空货运中心，以增加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跨境电子商务机会。分析人士指出，它在支持阿里巴巴全球电子商务业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亚洲银行正在吸引那些认为他们是更安全赌注的投资者。彭博社。美国银行业危机正在推动对亚洲资产的投资，因为投资者认为中国和该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更有能力应对危机的影响。花旗银行的分析表明，亚洲金融市场收紧程度低于美国，大多数亚洲货币对美元表现强劲。自硅谷银行倒闭以来，该地区不包括日本的金融股指数上涨，而同期美国银行业指数下跌近 10%。继美国之后，亚洲在3月份接收到大量流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其中中国接收了超过 70% 的资金。汇丰银行是暗示中国经济复苏将使整个地区受益的机构之一。然而，存在各种风险，包括中美关系恶化、工厂数据低迷以及欧洲和北美金融不稳定的潜在溢出效应。银行业危机还可能导致投资于美国的亚洲科技资金流回亚洲经济体。道明证券宏观策略师 Prashant Nunaha 表示，新加坡将是主要受益者。在对西方日益厌倦的情况下，北京表明邻国的重要性。南华早报。新加坡的东南亚领导人李显龙和马来西亚的安华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该地区对北京的重要性，并表明尽管与西方关系紧张，他仍可能愿意保持良好的关系。将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新加坡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和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而中国和马来西亚同意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化经济合作。观察人士认为，李显龙和安华的访问表明，尽管任何实质性协议似乎都只关注经济合作，但中国仍在努力接触该地区。他们还表示，中国正在优先考虑与邻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而不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安华还表示，吉隆坡将就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与北京进行谈判。
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如何影响大湾区和东盟？南华早报：中国的海南岛被称为中国的夏威夷，正在成为世界级的自由贸易中心，到2025年底将建立独立的海关制度。对来自59个国家的国民的简化签证政策将使外国人更容易访问和开展业务，以及离岸融资和免税购物的中心。海南也被视为香港和大湾区合作建立区域经济中心，以与其他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机会。虽然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竞争在所难免，但也蕴藏着无数合作商机。该岛的发展将与香港和广东相辅相成，因为它侧重于旅游、酒店和其他服务业，而大湾区则侧重于金融服务。海南的自由贸易港也有利于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联系，东盟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通过扩大贸易联系，海南正在简化 RCEP 国家公民的签证要求并吸引投资。海南放宽的法规和激励措施吸引了外国投资者，海南省的税率降至 15%， 而中国大陆为 25%， 香港为 16.5%。随着 COVID-19 对国际旅行的限制放宽，鼓励消费的免税规则使海南享有奢侈品购物目的地的声誉。税收法规将进一步放松。奢侈品公司闽粤轩尼诗路易威登 LVMH、 爱马仕和利丰集团正在考虑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支点扩大在中国的投资。2021年，海南占中国国内奢侈品消费的 13%，而 COVID-19 之前为 6%。 未来几年，海南有望超越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市场。观点：美国危机下，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阴谋悄然得逞。英国电讯报：道格拉斯·莫里 Douglas Murray 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 上写道，由于美国未能取得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在国际外交方面越来越主动。最近几周，习近平帮助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一项中东协议，并提出了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战争的中国计划，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拒绝了该计划。与此同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转向北京表示敬意，尾随行会会让中世纪的君主感到尴尬，因为他要求习主席将莫斯科带到谈判桌前。中国和巴西之间宣布的交易也绕过了美元，而是使用人民币和雷亚尔直接兑换。莫里说，中国的机构只是想在西方摇摆不定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以违反所谓的同性宣传法为由逮捕了中国 LGBTQ 博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一名在网上传播同性内容的中国 LGBTQ 博主。许浩洋在周四的听证会上被判有罪，并面临被俄罗斯驱逐出境。他被关押在外国人临时看守所。苏的俄罗斯伙伴 Jela Gogishvili 也根据同一法律受到指控，但尚未被捕。去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扩大了对该国 LGBTQ 宣传的禁令。自2013年首次出台以来，该法律已经扩大了数次。人权观察将其描述为政治恐同症的一个毫不掩饰的例子。传播所谓的 LGBT 宣传或试图这样做的个人，可被处以最高40万卢布的罚款。法律实体最高可被罚款500万卢布。根据该法案的内容，外国人最多可被逮捕15天或被驱逐出境。新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巩固控制，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该书详细介绍了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聚焦26位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人，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这本书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以及多种语言提供。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